宋教仁和孙文之间的不同意见由来已久，两人本来就属于不同的派系。在去日本留学之前，宋教仁加入了华兴会，担任副会长，是该会的创始成员之一。由于策划起义的消息泄露，华兴会成员遭到清廷的逮捕，大多数主要人物逃往日本。而孙文则在1894年在檀香山创办了兴中会，和华兴会的口号都是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。1905年，中国同盟会成立，由兴中会、华兴会和光复会合并组成。由于建政理念不同，光复会后来退出同盟会，独自活动。三个团体由于都是反清才走到一起，但内部派系的斗争仍然激烈。例如，光复会元老陶成章被蒋介石暗杀，同盟会最初名义上的领导和创办人是孙文，实际上是第一组织和推动者是程家称。程家称在1899年通过官费去到日本留学，深受维新思想的影响，后来结识了孙文，认同孙文的革命思想，但在具体执行操作上却和孙文有分歧。孙文当时的计划是以20名日本留学生为骨干，以两广一带的洪门三合会、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等旧式帮会为基础创建军队，但程家称认为这远远不够，因此程家称主动帮孙文联络，牵线搭桥，才成立了同盟会。在宋教仁被暗杀的次年，也就是1914年9月23日，他在北京被杀害，时年40岁。华兴会成员遭到清廷逮捕时，宋教仁等人逃往日本后，本来想重新建立革命团体，但程家称阻止了宋教仁等人的计划，理由是孙文于革命名以大振，以社会之名奉之孙文，而吾辈得以归国，相机起义，势在必成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孙文的革命名声已经很大了，我们以他的名义组织会议，我们就能够顺利回国，然后发动起义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关于是否加入同盟会，华兴会内部存在不同意见。陈天华主张联合，黄兴主张形式上入会，精神上自存。黄兴作为革命领袖，认为加入同盟会可以为革命事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资源，但他也担心同盟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权力争夺会影响到革命的进程，因此他提出了形式上入会，精神上自存的主张，即在表面上加入同盟会，但在精神上保持独立和自主。这样既可以获得同盟会的支持，又可以避免被同盟会的内部斗争所牵连。刘林生主张不加入，宋教仁主张尊重个人自由。然而，华兴会整体态度还是决定加入同盟会，只不过他们只是把孙文视为名义上的党魁。同盟会最初设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，但由于各重要岗位的人先后离职等原因，这项制度很快就变成形同虚设。最终，孙文成为了总理，实行专权。因此，同盟会的内部斗争从一开始就十分混乱，这就是帮会政治化的局限性。最初呢，同盟会的基础是旧式江湖帮会，自称信仰民主，但实际上信仰的是权力。尽管在制度上形成了孙文的专权，但实际上老华兴会成员仍然坚持宋教仁、程家称等人所提倡的尊重个人自由，基本上自行自主。然而，孙文追求的不是名义党魁，而是实权党魁。在后来的2次革命失败之后，孙文向黄兴明确表示，帝所望党人者，今后若仍承认帝为党魁者，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。今后帝欲为真党魁，不欲为假党魁。意思是说，我希望党员们认可我作为真正的党魁，必须完全服从我的命令。我不想成为虚假的党魁，而是真正的党魁。宋教仁与孙文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。在1906年的日记中，宋教仁指出，孙文等人一心要在中国南部发动起义，这种行为过于冒险和激进，将来可能会孤注一掷。此外，黄兴与孙文之间的矛盾也很深，例如他曾因青天白日旗的争议而发生激烈的争论。黄兴认为这面旗帜不好看，而且像日本国旗，但孙文却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，导致黄兴当场表示要脱离同盟会。这些矛盾使得宋教仁更加坚定了与孙文分道扬镳的决心。他曾向孙文提出辞职，但经过旁人调解才作罢。虽然后来孙文和黄兴重归于好，但宋教仁和孙文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。宋教仁追求的是改变传统的暴力破坏和无序竞争的局面，实现依法竞争、民主和宪政。他主张从革命民主到宪政民主的转变，而孙文的理念是必须先实行革命专政，才能最终实现宪政民主。在1908年的日记中，宋教仁更是激烈地指出，像孙逸仙这样的野心家担任领导人，中国革命要达到目的，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。在1910年，宋教仁在与日本朋友的谈话中又表示，孙逸仙已经落后于时代，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。不
不同的理念必然会导致内斗和分裂。当时，清廷庆亲王奕匡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文出境，这成为导火索。孙文本来是亲日派，但日本政府为了保全孙文，许诺3年后让他重返日本，并给了他7000元作为经济补助，同时他还授了一名日本商人1万元赠款。这一举动被同盟会内部的部分人认为是受贿，有损同盟会威信，并声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。孙文愤怒地回答：党员攻击总理，无总理安有同盟会？经费由我筹集，党员无过问之权，何得执以抨击？这件事导致陶成章等人与同盟会分裂，也造成了谭仁凤、宋教仁等人坚持要改良同盟会，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。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中有这样一条：总理暂须不赦，留以待贤豪。虽然仍以同盟会为名，但不再接受孙文名存实亡的领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同盟会中部总会中，庶务部干事是陈其美啊。在宋教仁执笔的章程等文件中，也实现了宋教仁宪政民主的理念，在制度上的设计几乎完全适用于宪政民主社会的议会政党，为后来的国民党进行了铺垫。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，积极策划组织活动，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。因此，辛亥革命与孙文的关系不大。陈其美后来甚至表示，孙黄二军多年流浪于外国，实际上见机不敏。观去年之革命，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，孙黄不过中途返国而已。就是孙文本人也坦言，他与辛亥革命的爆发没有直接关系。然而，在准备建立中华民国政权时，孙文回到国内，打破了宋教仁想通过拥戴黄兴任大元帅自己任总理的理想。在当时中华民国建政主张分为2派，以孙文为首的一派主张学习美国，采用总统制；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派主张学习法国，采用内阁制。两人因为这个矛盾闹得不可开交。而在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，孙文一派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，又在临时约法里设计成内阁制了。宋教仁认为孙文一派是因人设置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同盟会内部已经开始走向分裂。1912年8月，宋教仁组织了中国同盟会、统一共和党、国民工党、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，共同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党的组织。孙中山担任理事长，宋教仁担任代理事长。这是第一个名为国民党的组织，实际上是由宋教仁创办的。在第2年，国民党被袁世凯下令强行解散。第2个名为国民党的组织要等到1919年才能改名为中国国民党。这个组织才是我们比较熟知的高举三民主义的国民党。此后，宋教仁苦心经营国民党事务，使国民党在选举中成为多数党。他仍未放弃组织现代议会政党的责任内阁，并出任总理，但也多处树敌。最终在1913年3月20日遭到暗杀，2日后去世了。宋案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了被称为2次革命的内战爆发。在宋教仁去世的时候，孙文正在日本。得知此事后，他立刻回到国内，第一件事就是向袁世凯密电汇报访日成果。对于宋案，孙文公开表示，无论如何按正当的手段诉诸于世界的公正，而正当的手段就是通过法律来解决宋案问题。但他在与日本驻上海领事谈及此事时，他将凶手指向袁世凯，然后说道：出自袁世凯手使之证据历历在目。孙文借宋案这件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很明显。袁世凯本来就和日本人交恶，此时正好借日本人的力量来反对袁世凯，这是政治手段。宋庆龄后来也回忆说过，孙先生生平只知道目的，不问手段，只知道是非，不顾利害。意思是说，只关注目标的实现，不问达成目标的手段是否合适，只知道是非对错，不顾及其他利害。至于如何推翻袁世凯，孙文表面上宣称的正当的手段只是幌子。他在10年后的党内训话中说，我认为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只有起义。因为袁世凯是总统，如果总统指使暗杀，那么这是法律所无法解决的，唯一能解决的就是武力。当时各方都在劝告孙文不要违反临时约法发动国内战争。日本方面认为施压袁世凯有干涉民国内政之嫌，而孙文则认为这不属于干涉内政，并且他对内战的预期非常乐观，认为可以在6个星期内解决战斗，南方必定能战胜北方，也有利于南方组织政府。美国方面则主张孙文通过合法渠道反对袁世凯，认为一旦中国发生内战，日本可能会突然袭击满洲。但孙文却回答，满洲并非整个中国。有人还警告孙文说，发生内战的话，俄国也可能完成对蒙古的接管。
但没想到孙文却回答说，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国。多方调解都没有结果，国民党内部分歧也非常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二次革命爆发，国民党惨败，失去了对南方7省的控制权，孙文等人再次逃往日本。我认为宋教仁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。自国民党成立以来，一直分为2部分，一部分是以孙文为首的南方势力，另一部分是以宋教仁议会活动的北京本部。宋教仁去世后，北京本部陷入了无领袖状态，内部纷争和分裂不断。宋教仁和孙文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源于他们的思想和政治理念不同。孙文主张通过革命推翻清朝政府，建立民主共和国。他认为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超清朝政府，而不是实现依法竞争、民主宪政。他追求的是政治权力的最高掌握，而不是平等的竞争和民主的政治制度。相比之下，宋教仁更加注重实现民主宪政和法治。他认为只有通过依法竞争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等，而不是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政府。他认为孙文的革命理念落后于时代，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。此外，宋教仁和孙文在组织上也存在分歧。孙文创建的兴中会是一个秘密团体，成员少，组织松散。而宋教仁加入的华兴会则更加注重组织建设和发展。他认为只有建立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网络，才能够支持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。在同盟会内部，孙文要求担任实权党魁，掌握最高权力，而宋教仁则主张建立平等竞争的制度，避免权力过于集中。他们对革命的理念和实践的不同，以及对组织的建设和权力分配的看法不同，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同盟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分裂。宋教仁和孙文虽然不是敌对关系，但绝对属于内部斗争的两派。在宋教仁去世之前，孙文当时的主张是希望同盟会仍然保持地下革命组织的状态，随时准备继续革命。而宋教仁则主张将同盟会公开化，以堂堂政党之阵势通过选举取得政权。宋教仁的路线不仅获得了同盟会多数支持，还继续与其他小党合并，最终组成国民党，并在国会大选中取得了多数席位。因此，宋教仁走的是宪政民主之路，而孙文走的是革命家之路。宋教仁想为同盟会洗白，成为光明正大的政党。孙文本质上是一个崇尚高度权威的人，曾是洪门帮会成员。帮会政治化或者说政治帮会化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特点。这种特点的表现是毫无信仰或信仰薄弱，但却口口声声说信仰，以实现个人和团体的政治利益。当时宋教仁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，是第2号实权派人物。如果宋教仁组阁成功，他在党内地位会一跃而起，超越孙中山，成为政党领袖。清朝已经没了，孙中山还革谁的命呢？当时的同盟会有惯常的暗杀手段，而宋教仁被暗杀的地点是上海，而上海恰好是前护军都督陈其美的势力范围。陈其美又是孙中山的心腹，因此很有可能是孙中山派遣陈其美去宋教仁身边担任庶务部干事，是在布局一盘很大的棋。他的目的是为了暗杀宋教仁并嫁祸于袁世凯，从而为2次革命赢得了出师有名。这可谓是一石二鸟之计，通过这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。不过这也是一种无实据的推断，欢迎大家来骂我。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度，并希望通过和平过渡实现宪政民主，这会危及袁世凯的统治地位，因此他有动机阻止宋教仁的政治活动，并可能采取极端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。宋教仁一旦组阁成功，孙中山担心宋教仁的政治影响力在党内地位会超过自己，这使得孙中山对宋教仁的政治活动持怀疑态度，因此他可能与其他敌人合谋，试图消除宋教仁的威胁。在当时，各国政府都逞虎狼之势，早就想趁火打劫。他们试图通过干涉中国的内政，去拔掉宋教仁这个定海神针，以便在中国爆发内战时获得更多的利益。从这3个角度来看，我认为宋教仁的死很有可能是被他的敌人合谋害死的，他是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。其实宋案本来就不应该发生。中华民国自称实行宪政民主，但各派系或当权者无法容忍反对声音，采取了暗杀手段排除异己。在宋教仁去世后，应该采取法律手段惩处凶手，并对宋教仁进行国家赔偿，这才是维护中华民国宪政民主的方法，而不是为了宋教仁一人而引发全国内战。国民党在这个时候没有通过制度和法律手段，而是单方面宣布袁世凯是凶手。按照黎元洪的话来说，这是先居于违法之时，再加以犯罪之名。
原本被认为是国民党政治手段的二次革命，并没有让国民党团结一致，反而导致了更加分裂。二次革命爆发后，国民党外的其他反对力量也开始活跃起来。梁启超等人攻击国民党是乱暴势力，指责其造成生灵涂炭。国民党在议会竞争中也遭受了严重的失败，导致党员纷纷脱党。相反，袁世凯表现得老练沉稳，尽管国民党一直指责他是凶手，但他仍然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争取民意，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，全力拉拢中间派。在合法的外衣下，他赢得了多数人的支持。当时的国民党还年轻不成熟，在政治权谋方面远不如袁世凯。在当时中国的大环境下，民国政府是合法的，袁世凯所代表的也是合法的角色。相比之下，国民党不顾法律宪政，将自己置于违法的地位，一开始就输了一大截。单从这一点来说，孙文难辞其咎。尽管袁世凯后来被认为是聪明绝顶的政治家，但在某个时刻，他的糊涂行为却让他成为历史进程的反面人物。每个人都有复杂的一面，孙文是一位民族英雄，他的功绩是显著的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，正是因为他的功绩卓著，很多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时会怀着对他的崇敬，可能会夸大他的功绩或者掩盖他的缺点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正确地看待历史人物，理性评价他们的所是和非是，不要被情感所左右啊。刺杀宋教仁这一枪，等于是把年幼的襁褓中的民国给打穿了。中华民国即将夭折，因为一个人的离开，中华宪政民主的道路在这一刻戛然而止。宋教仁死后，国民党迅速土崩瓦解。后来，进步党的骨干刘以芬说：“使先生而在，定能调和各政党间，消除偏见，以进入宪政之途，不幸惨遭非命。他人既无先生之风度，又乏先生之见识，致使当时国民进步两党相激相当，演成两败俱伤，而政局虽不可复问矣。”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如果先生在场，他一定能够调和各个政党之间的分歧，消除偏见，使国家走上宪政的道路。但不幸的是，先生惨遭非命。其他人既没有先生那种高尚的风度，也缺乏先生那样的见识，导致当时的国民党和保守党相互对立，最终导致双方两败俱伤，政治局势变得无法挽回了。这个刺杀事件没有一个人是赢家，无论是孙中山的二次革命、袁世凯的称帝计划，还是国民党的分裂和军阀的混战，这一系列事件在几年内相继发生，所有人都成为了输家，没有人从中获得了好处，每个人都遭受了损失。因为一个人的离开，导致整个当时的中国都失败了，从此一败涂地，全然皆输啊！宋案是历史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事件，它的过早夭亡阻断了中华宪政民主之路。这个幕后凶手是中华历史的罪人。宋案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的现象，这个现象就是本期多次提到的政治信仰问题。只有当信仰真正存在于革命者或政治家的内心中时，才有领导人民和治理天下的希望啊！